丁爷，丁爷，还有事儿吗？我来还你衣服。上次谢谢啊。没帮我干洗一下？没有没有，完璧归赵。作为你代理人，你需要交代我什么事儿吗？那么快就进入角色了，跟我去个地方。走吧。好，我现在马上打车，咱们走。打什么车呀？我们就是来坐过山车的。我就不必了吧，你自己上去坐吧，我就在底下等你，行吗？就这样。啊，就这样。来都来了，为什么不一起啊？大哥，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可以陪你，但是这个，我是真陪不了。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算了算了，我还是溜了吧。哎，这么大个人，连过山车都不敢玩。谁说我不敢玩了？我只是觉得这种事情等一菲来了以后，让他决定比较好嘛。那说不定人家亦菲就喜欢玩这个呢。我觉得过山车挺好的，咱们不是为了让亦菲开心吗？正好可以坐过山车喊出来发泄一下。明宇，怎么连你也这么狂野？其实过山车是非常安全的，因为能量守恒，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，又由动能转化为重力势能。人们之所以会害怕，是因为失重。这失重呢，是因为来了！亦菲，关超，亦菲，怎么这么久啊？你接亦菲？亦菲她，要不我还是回家吧，我现在实在是没心情玩。别，你一个人在家，我们也不放心啊。你想玩什么，我们陪你。对，咱们去玩旋转木马吧。我还是觉得海盗船比较刺激。旋转木马比较浪漫，摩天轮也可以，可以看风景。哎，也行，摩天轮也行。那边还有那个碰碰车。亦菲啊，你想玩什么呀？我就这个吧，过山车。怎么了？你笑什么？没事儿，因为我们都想玩过山车。那个我事先说明啊，我不做，你们做哈。你真不做啊？我这辈子都不会做。嗨，真没那么可怕。哎，好了，你们别逼他了，英子，那要不你就在下面等我们吧。啊，行，我等你们啊。那咱们就5个人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每个车厢坐2个人，位置怎么安排？自由分配呗。我跟亦菲一队，走吧，咱俩去排队。那我跟明宇宇一起。我自己做吧。庄园，那我陪你吧。哎，等会儿。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了，那医生跟我说，我这眼睛老盯着电脑看，视网膜都快脱落了，坐不了过山车。正好，你还是跟明宇一队啊。走吧。
你视网膜真的有问题啊？你猜？我猜肯定是假的，你肯定在撒谎。庄远那么高的近视都敢玩，你为什么不敢？我骗你干嘛？我哪知道啊？也许你就是不敢玩过山车，死要面子活受罪呗。没事儿，等你以后什么时候敢玩过山车了，我随时陪你玩。那我要是一直不敢玩呢？那就一直陪着你不玩呗。那他现在视网膜脱落了吗？没有，眼睛好的跟鹰眼似的。所以他是不敢。也不是，那他为什么陪你在下面？大家都上去了，留下我一个人多可怜啊！他是我朋友嘛，肯定要陪着我了。我不可怜吗？你让我一个人上去，你不是我朋友吗？你为什么非要让我陪一起？你是不是一个人坐着害怕啊？这有什么好怕？我就是不想跟陌生人一起坐。帮我看看，我这没事吧？没事的，肯定是安全的吗？对，特别安全。你帮我试试，没事吧？没事的，确定啊？对。您看我这头不要给我绑起来啊？没事的，不用绑的。那我这项链呢？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？我不害怕，我不紧张，因为过山车是非常安全的，它是一个能量守恒，它的速度还不如开车的速度快。你少说两句。不是怪我紧张啊，我害怕嘛。我待会儿尽力吧，我尽力不喊出来。你没事吧？还能走吗？哎，你说，你又害怕这个，还要做，图个什么呢？体验濒死感。你怕死吗？怕，当然怕。为什么？我怕死了以后见不到亲朋好友，怕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来得及做，还害怕跟自己喜欢的人还没来得及在一起。这说明你是个幸福的人，能有这么多事情值得留恋。说的好像这世界上没有你留恋的事儿似的。哼，这世界上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？肯定有很多呀，这世界还是很美好的。而且有留恋的事以后，你会发现，无论你面对疾病、痛苦、死亡，都不会那么轻易放弃了。
你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啊？哪有？是你先挑起这个话题的，我就顺着聊呗。你看到了那张清单了？所以那个清单是真的？是真的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窥探你的秘密的，是那天……既然知道是秘密，就更应该选择装作不知道。你放心，我保证不会让其他人知道，我会守口如瓶。我小的时候，就梦想着有一天能跟你见面。我想看看写出那样小说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现在我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你，但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很遗憾。你不应该遗憾，而应该开心，因为你遇到我的时间刚刚好。如果再晚一点，你不可能见到我。你那清单上其他项目，我也挺感兴趣的。以后我陪你一起完成吧。同情我？怎么可能是同情呢？那是什么？我刚刚都说了，清单上其他项目我也感兴趣。你一个人玩也是玩，不如加上我一个。你以后想去哪儿告诉我，我陪你一起呗。说话算话。说话算话，怎么着？这过山车要不要再玩一次啊？走。哎，等一下，扶我一下。没事吧？有事儿。喂，妈。我打不通你电话，就打给天林了。他说你这2天都没在宿舍住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不在宿舍住，你住哪儿啊？你别吓唬妈啊！我去找你一趟。那个妈，我这2天住蒋毅家呢。蒋毅租了个大房子，比宿舍好着呢。那行吧，你在他家也挺好，你们俩得多聊一聊。那蒋毅干嘛呢？我跟他聊2句。哦，他去加班了，还没回来。那个妈，我先把电话挂了啊，我现在要赶论文呢。啊，拜拜。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说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现在是上班时间，我不想谈这个。好，我知道你还在气头上。月童的事情是我处理的不妥，我给你道歉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愿意这样做是真的觉得自己错了，还是为了哄我开心呢？到底为什么不重要？重要的是我们有更重要的目标去完成。什么目标？踩着别人往上爬吗？这是你的目标，不是我的目标。郭海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分开一段时间吧。请进。哟，聊事儿呢？啊，对，聊完了。这些是我帮你整理的资料，迷宫的情节线索还有人物解读，我全帮你列上了，你可以用来参考。君野除了写了那3本小说，还发表过7篇文章，其中有3篇我觉得跟迷宫是有关联的，我都附在这上面了，你都可以作为参考。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
我说的不对啊？昨天干嘛去了？游乐场。跟谁啊？丁野，他让我陪他玩过山车。玩了吗？玩了。以前不敢玩，现在就敢了，就为了这丁野。不是，蒋一，你听我解释，是这样的，王英子，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话？朋友，还是丁野的代理人？这两者有冲突吗？当然有冲突。你不觉得你对他的关心有点太过了吗？他那天就咳嗽了2声，你就紧张的不行了，他又不是要死了。呸！你说话别这么损，死的多难听啊！就我说话难听，你怎么不说他呢？他说话确实也不好听。其实我之前跟你一样，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，很难相处。但其实我现在才发现，他也不容易。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就不容易了？哦，就他不容易。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这事儿，因为这件事情呢，关于丁野的隐私。关于他的隐私，我一点也不想知道。蒋毅，副总的事儿，目前有的几个候选人，公司还在考虑。但是昨天开会呢，我又提了一个新的人选。你觉得这个新的人选会是谁？您说的这个人，是我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兵。虽然你现在的级别是P9，但那不是问题。我已经跟公司打了申请，提升你的级别。明宇，你来公司也已经8年了，我相信我认识的明宇，在这样的机会面前是不会退缩的。谢谢冯总。行了，那你呢，也做做准备。我对我自己的眼光是很有信心的，所以你对你自己要更有信心。喂，老蒋，相互休息。多大矛盾至于让你搬到这儿啊？老蒋来了，我呀就宁愿住在这儿，也不想每天看见他那张脸。快进来坐吧。说吧，需要我干嘛？我这不是为了不让我妈担心嘛，我就说我要住你那儿去了。回头你回家帮我拍几张照片发给她，让她安心。啊，还有就是，她要是给你打视频的话，你就说我去上学了。行倒是行，不过你确定这儿能写出来论文啊？这虽然环境跟宿舍比不了，但好在是安静。确实挺安静。偶尔。行了，走吧。干嘛呀？去我那儿。我不去，我不想给你添麻烦。那你小时候天天帮我写作业，我不也没少麻烦你吗？哎呀，老蒋，哎，行了，别磨叽了，赶紧收拾东西吧。啊，你真的方便啊？方便是方便，不过你得帮我保守一个秘密。
什么秘密？我怎么觉着我来过这小区啊？有点眼熟。这不是莹子家那小区吗？你们俩同居了？别动！走。你先把东西放下，看一下这个。你看见对面亮着暖黄色光那个了吗？这不是……这就是你得帮我保守的秘密。还生气呢？你想去哪儿，我都陪你，行不行？人呢？蒋毅，别给我玩失踪。你不理我，那我还不理你了呢。怪不得你一直不告诉我们住在哪。其实也是凑巧，我呢当时准备在江州找一个工作，那中介告诉我这房子不错。佳怡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我认识你多少年了？啊，24年。我认识你24年了，你觉得你说谎话我看不出来吗？死鸭子嘴硬，我都替你觉得累。说实话，我感觉我跟黄英子就像2颗不同轨道的行星一样，永远都隔着距离。我是可以陪着她，但是又好像永远都没有办法跟她靠得太近。从物理学上来说，如果一颗行星降低自己的运行速度，向心力发生变化，它们是有可能改变运行轨道的。牛，能这么正儿八经回答我这种问题的人，也只有你了。所以我们才能做朋友啊。不过老蒋，你得主动改变你自己的运行速度，不然你们2个会一直错过下去。丁爷，清单下一项是什么？下一项，等一下啊。参观深夜海洋馆。好，那就现在吧。今天晚上？我今天晚上才刚进行了第1项，你就想甩手不干了？有没有一点契约精神？哎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算了，那我自己去。哎，我去，我陪你去。不着急，8点闭馆，千万别来早了。啊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们俩在一起啊，阿姨就放心了，互相还能有一个照应。庄远这孩子呀，只知道学习，他根本就不懂得照顾自己。蒋毅，你帮阿姨多看着他点啊。哎，放心吧，阿姨。哎，行了，妈，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了。行，我不唠叨了，你们忙吧。哎，阿姨再见。挂了。哎呦喂，终于完成一件大事。你有多余的床单吗？我铺一下沙发。哎，你就睡床吧。那怎么能行啊？我过来已经够麻烦你的了。没事，我今儿晚上经常要加班做游戏，睡沙发方便，就别跟我客气了。哎，我没跟你客气。那要不这样，
我付你一半的房租。不是你还上学呢，你拿什么付房租啊？哎呀，行了，就别跟我客气了。等你以后赚了大钱，再付也不迟。那我就在你这儿白吃白住。那要不请我喝顿酒？你终于来了，海洋馆也关门了。关门刚刚好。走吧。咱们这样进去没事吧？都安排好了。海洋生物的听力都很好，白天巨大的客流量对于它们都是干扰。只有晚上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才是观察它们最好的时刻。所以你才偏偏选择在这个时间过来。现在才是它最平静、最自由的时候。你好呀，又见面了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鳐鱼长得特别像 QQ 表情包啊？你怎么了？你说这些鱼在水族馆待的时间长了，会不会以为这里就是他们的家？应该会吧。他们有的出生在海洋馆里，哪里出生哪里就是他们的家。我不同意，我认为每条鱼都会有大海的概念。那他们可能很想回家，回到大海吧。我就跟你说了，这水族馆里面没有鲸鱼，这水族馆里面哪装得下呀？哇塞，这个是五弦雀、黄金参，还有艳红、驼背鱼，哇 ！Hello， 蒋毅，你好啊，蒋毅。他长得像不像你？这么丑？哎，过来看这个，这个是角口鲨，又名护士鲨，它是全世界最乖、最温顺的鲨鱼。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呢？航天城虽然没有水族馆，但是有书店呀，我经常看关于他们的书。那为什么咱们不直接看书啊？书跟实物的差距，就是你跟我智商的差距，懂吗？行。哎，那这是什么？这是鳐鱼，又叫魔鬼鱼。魔鬼？我看到挺像那 QQ 表情包，没头脑跟不高兴。不高兴可以看得出来，没头脑怎么说？这儿呢？我咬死你！我就是那个鲨鱼啊！你怎么了？从海洋馆出来一直不说话，玩得不好？没有。海洋馆太漂亮了。我来看看接下来要做什么。哇，在澡堂子里唱《我的太阳》，大哥，这个我真的帮不了你。你还抄了一份。是啊，万一以后有遗漏的，不就没有机会了吗？你不好奇吗？我为什么会有一张医院清单？那是你的私事儿，你不想说，我也不会打听。不过我知道你为什么想夜晚参观海洋馆。为什么？你的第一本小说叫做《梦鲸鱼的人》，所以我猜你一定很喜欢大海。可是，在我们这个城市，最接近大海的就是海洋馆。可惜海洋馆里面没有鲸鱼，而且我猜你一定不想看到被囚禁的鲸鱼。鲸鱼只属于大海。是啊，我上网查过，曾经有一家海洋馆里面想圈养蓝鲸，但是最后失败了。
因为他们一旦失去了自由，就根本活不下去了。说明比人有骨气。是啊。你喜欢大海，喜欢电影，那你一定喜欢看那个《碧海蓝天》吧？这中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？我猜的。反正我每次看那个电影，我都感动得一塌糊涂。所以，你是不是那种会把自己喜欢的电影强行灌输给别人的？还真是。我有5个小伙伴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。他们有的人喜欢看球赛，有的人喜欢看动漫，还有的人喜欢写作业。所以每到周末，我们都会因为要去干什么而争论很久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我就会拖住大家陪我一起看电影。看什么？很多我都喜欢啊，王家卫的、李沧东的、岩井俊二的。岩井俊二最喜欢什么？梦旅人。很特别啊，一般女生都会喜欢情书或者四月物语。梦旅人虽然看似好像是一部黑暗的电影，但是在我看来，它很温暖。女主角是个精神病，可她也有朋友，而且她的朋友一直陪伴着她。不管这个结局是不是最终走向大海，走向死亡。以前就想过大学毕业之后，大家在一个城市，然后还能常吃个饭，像小时候一样。但后来就觉得不太现实，毕竟工作单位不一样，还有男女朋友。你真以为是老友记呢？说真的，我怎么也想不到会变成你的室友，而且还在银子崖旁。还记不记得上次去水族馆是什么时候？我上次高3，也是在江州，很久了。跟你那个发小？这段时间跟你在一块儿，我总是觉得我做了好多好久没有做的事情，有的时候甚至会恍惚，这是在现在还是在小的时候。同样的人，同样的事，小时候做就会觉得很有趣，长大了就没意思。也许是因为我们长大以后变得无趣了呢。所以谢谢你，这段日子我会常常想到，小的时候跟小伙伴们在一起的日子。虽然做了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，但是依旧很开心。我到家了，那我先走了。黄英子，在你的人生里，失去过重要的人吗？有。18岁的时候，我主动跟他说了再见。那个时候，我并不觉得说了再见就意味着失去，可是后来才发现，很多人说了再见，就再也不会见了。即便是再见，也回不到原点。爱，曾经失去过的，会以另一种形式和你再相逢。这句话你信吗？我信，不过现在有点不确定。我跟你恰恰相反，原来我不相信，现在开始相信。为什么？没什么。你能跟那个曾经失去的朋友再相逢，是你的幸运。走了。曾经失去过的，会以另一种形式和你再相逢。
你能跟那个曾经失去的朋友再相逢吗？是你的幸运。我们现在可以正式开始了吗？你觉得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？可以这么说。我在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，我发现你体验了很多奇怪的事情。除了当出租车司机，在餐厅里面给人当服务员，在相亲角里面读诗，甚至大半夜去了水族馆，你做的这一切，我都觉得你是一个乐天的体验派。你看过西西弗神话吗？那你觉得西西弗明明每天推着石头上山，周而复始，毫无意义，为什么在加缪的笔下，他却乐此不疲呢？在我看来，可能他本身的乐趣是把石头推上山的过程，就像你，做这些事情也是你的乐趣，不是吗？的确有些乐趣，但我想西西弗如果可以选，他一定不会选择推石头上山。那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值得要体验的事情吗？没有，亲情、友情都体验过了，唯独没有爱情，所以你不相信爱情。不是所有事儿都是绝对的。那你呢？你怎么看待爱情？是我在采访你，怎么现在变成你采访我了？不行吗？就随便聊聊呗。也不是不可以。不过我的爱情早被我亲手送走了。是蒋毅吗？那你觉得朋友和恋人，或者说友情和爱情有什么区别？我觉得爱情就是同归于尽。当你爱上了一个人，就要进入到彼此的生活。你的自私、愚昧、胆怯、温柔、善良、宽容，所有的特质都会暴露。你的自我将受到严峻的考验，但却也是一次了解自己的绝佳时机。友情就不一样了。友情肯定没有同归于尽的关系，无论感情再好，也会保持一定的距离，或远或近，都不会把对方拉进自己的生活当中。所以，友情就是并肩同行，爱情是正面对决。那你和蒋毅的正面对决结果怎么样？这雨还没停啊！今天出门忘带伞了。我从不带伞，因为我总会把伞弄丢。你说人为什么总会丢伞呢？因为雨总是会停的，雨停了，伞就不需要了。你觉得丢失的伞还能找回来吗？不重要，因为从你丢掉它的那一刻起，它就已经属于下一个捡到它的人了。
哎，你是老天派来的救星吗？快快快！这么大的雨，咱俩183也冲不下，你头那么大。我头哪有你头大呀？从小到大，我的哪顶帽子是你能戴上的？行了行了，这给你。你怎么有2把伞？捡到的呗，你不要？你不要还？要，当然要。真不想让你还给我。来不及了，这家已经是我的了。在哪儿捡的？奶茶店啊。那以你的经验，这条鲸鱼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画完？算上防水胶的话，3、5天吧。你怎么知道它喷了防水胶？大哥，因为这个东西叫雨伞。哦。哎，这只鲸鱼怎么少了一只眼睛啊？我看看哪儿少了？这不都在呢吗？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我看错了。哎，你说这个画鲸鱼的人把这把伞设计成透明的，他肯定是希望拿到伞的人一撑开伞就可以看到鲸鱼。我猜，画鲸鱼的人一定是个非常温柔的人，而且把鲸鱼画得这么好看，一定又有才华又帅气。你笑什么？谁笑了？你刚刚明明笑了。我没笑啊。你这样，哼。我可没有啊，你听错了。你就是，哼。我没哼。你有。我没有。你笑什么呢？没笑。你跟我分享一下。不笑。